老子今天心情不错，赶紧跪下磕个头，叫声爷，今天这事儿就当没发生。就算何海平来了，也不敢这么跟我说话。小子，你敢直呼我二叔的大名？哼，今天怕是走不掉了。还有这韩梦柔，也得给我留下。韩梦柔，2个月资助100多个贫困孩子上大学的韩小姐，是她。龙腾殿100年基业，威震八方，扶持何海平为筑城第一神使，本该顺应天意，稳固百姓，安居乐业。他居然把权力分配给你们这帮鼠辈，光天化日，欺男霸女，难怪筑城哪里都是乌烟瘴气。好大的口气啊！筑城就是靠着我们何家，就算神尊来了也管不着我。我管不着。我没听错吧？你知道我二叔是谁吗？就敢冒充神尊，不敬何家，我看你是着急投胎吧。好一个黑白颠倒、滥用王法，你知道该当何罪吗？筑城弱肉强食，我们何家权力滔天，就是可以为所欲为。你一介平民百姓还不如蝼蚁，下辈子投个好胎来我们何家当条狗，也比横死街头要强啊！哎，我今天就要让你死个明明白白，我现在就叫我二叔。不用你叫，我自己来。龙腾宴还有3个月就重启了，筑城的这些破烂事必须清除干净。这是龙腾殿的那位专属线路，难道多年不露面的神尊大人又现身了？何海平，神尊大人，自从你2年前为了宠你龙腾榜秘密来到筑城调查，却遭人暗算，失去消息。现在整个龙腾殿都在等您回来。如今您如今我只不过是林家不起眼的上门女婿而已。原来是林氏集团的废物赘婿呀！哦，对了，你大侄子何大少爷就在郊区地下停车场，要我命呢。3分钟之内你不出现，后果自负。神尊，手下留情！齐昭这次恐怕性命难保。你小子怕是装过头了吧？我叔叔贵为龙腾神尊钦点的第一神使，是何等的神秘尊贵，他的号码连我们自家亲人都保密，就凭你就能随便半夜打电话给他老人家，给他叫出来，你的戏演的可真足啊！你我身份不同，何海平不敢不接我电话。老子最烦装逼的人了，给我打！什么？叔叔！二叔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是来救我的吧？先生，不劳您动手。说就是这个破司机，我要他死！何海平，把你扶到这个位置不容易。现在看来，你不但非善管理，还纵容手下为非作歹，我很失望。你好自为之吧。神尊息怒，海平问心有愧，听凭您发落。你打着我的旗号在外面横行霸道，我一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现在你惹了我们不该惹的人，我也保不住你。叔，你搞错了吧？你是堂堂龙腾殿的神使，他就是一个破司机而已，你可别被他唬住了呀！我看你这舌头也是不想要了。够了，我没兴趣看你在这处理家务。他这些年没少借你名字为非作歹，像这样的人都能凌驾百姓和王法之上，我看你这个神使也不必留了。神尊息怒，神尊，你就是龙腾殿的那位？不可能，不就是林氏集团的废物赘婿吗？二叔，他是假的，是假的！闭嘴！拖出去，废掉双腿，让他永远消失在筑城。神尊饶命呀！我是畜生，我是废物，您大人有大量，放我一马。二叔，二叔，快走！二叔！
神尊，既然您已现身，就回龙腾殿主持大局吧。龙宝的宠女也需要您的坐镇呢。2年前，我被林老爷子舍身相救，为报恩情，我入赘林家，做了2年的上门女婿。恩情未报之前，我是不会离开筑城的。我露面的消息一出，紫薇那边按耐不住了吧？您2年未归，紫薇天神也想第一时间赶来向您复命。我也想为您举办一场归位宴会。别来那一套了，也就紫薇喜欢办这种事情，要办就让她办吧。这2年，我一直暗地里给龙腾殿传递消息，利用龙腾殿的资源扶持林氏集团，差一步就能完成学可在国外的上市梦想。接下来，你以你的名义注资林氏100个亿。啊，是。差点忘了，还有个人呢。算了，帮人帮到底吧。记住，没事别联系我。收车喽！姑娘，慢点，慢点！哎呀，姑娘，我不知道你家在哪儿，我只能给你送到酒店了啊！我要喝水。这不是迷药，是……哎呀，你快把衣服穿上！不是我把持不住，是你投怀送抱太激烈了。好啊，你个叶青，吃我姐的穿我姐的，还他妈搁外面偷腥，看我不告诉我姐！哼！糟了，过了丈母娘门禁了！你干嘛？你穿这么多，不热吗？热。那我帮你脱掉好不好？注意点，注意点！我叶青虽然入赘林家2年，但我身体还是干净的。你赶紧把衣服穿上。我好难受，求你救救我好不好？完了，药效发作了，熬不过今晚，必死无疑。救我！叶青，叶青，洗脚水呢？都12点多了还不回来。小姐，你有话好好说，你别动手啊！我堂堂金北韩家大小姐，看上你是你的荣幸，你跑什么？原来是韩家的大小姐啊！喂，老婆。叶青，你赶紧给我滚回来！谁打的电话？别走，我养你。
我要是半个小时之内在家里见不到你，你就永远不要回来了。喂，哎，大小姐，你没事吧？辉煌酒店501，你再不来就等着收尸吧。看来不失身不行了。药效已经开始退了，应该能撑到有人来接你。糟了，叶青，大小姐，叶青，快通知私人医生。都没睡呢。老婆，我去给你打洗脚水啊。站住！啊，那女的呢？你的姘头呢？林浩，我好歹是你姐夫，说话对我客气点。我好歹是你姐夫，说话对我客气点。我呸！你他妈一个废物赘婿，居然在这装上了！我亲眼看着你抱着那女的进的酒店。哎，你说那个女的去哪儿了？啊？老婆，哎，那客人喝多了，我总得扶他下来吧？你他妈放屁你！别吵了，反正这种日子不会很久了，随便吧。老婆，老婆，你什么意思啊？老婆，你给我站着！哼，你个倒插门也跟别人学，半夜鬼混，我呸！妈，我这出车不是想多赚点孝敬您，给学可买点好东西吗？就你开出租挣那仨瓜俩枣，说的好像我们林家要靠你养似的。没错，林家这2年就是靠我养的。你说什么啊？哎，靠你！嘿嘿嘿，全筑城闻名的倒插门，林叶氏叶青啊！要不是我们学可凭着商业头脑东奔西走，把集团做得如此位置，你也能跟着鸡犬升天。要没有你这个扫把星，我们林家能更上一层楼。要不是我，林家这2年就撑不过去了。叶青，老婆，我有事跟你说。还不快给妈道歉！如今人家叶青本事这么大，他的道歉我可受不起。毕竟林氏集团的崛起都是他的功劳。哼，闺女，你每天在外边忙里忙外，东奔西跑，被这个废物在外边3言2语贬低的什么都不是，妈替你委屈。叶青，你每天在外面鬼混都学了些什么？大言不惭的四处揽功吗？你不愿意进公司，我答应你是因为你根本帮不到我。我只求你每天在家里洗衣做饭，把这些最基本的做好，就这么难吗？老婆，这2年其实我已经……我受够了，我们离婚吧。你说什么？早该离了，离得好。我父亲当年为了救你而受伤，临终前托我护你2年，招你为赘婿。如今2年期已满，你但凡是个男人，都不应该再继续纠缠我。老婆，那只是老爷子对外的说法，其实答应你爸保护2年的人是我。这2年，林氏从一个小企业到筑城的行业老大，都是我一直在暗中帮你啊。叶青，你是不是真的疯了呀？为了继续攀附学可，你连这种恬不知耻的话都能说得出来？整个筑城都知道学可的天赋异禀，白手起家一直走到现在，他身上唯一的污点就是有一个吸血鬼一般的你。老婆，你也觉得我一直是你的污点吗？难道我这2年做的一切都一文不值吗？值不值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？值不值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？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不能来？你说你是指像个窝囊废一样在学可面前端茶倒水的付出，还是像我一样能给学可带来500万订单的付出？哎呀，李少，就那种下三滥的货色，怎么配和您比呢？学可，放心，等你摆脱了这个废物，加上我和我背后的势力，你肯定
会更上一层楼的。李少，你早说是因为他跟我离婚，我不就明白了吗？是又怎样？不管是谁，都比你这个一无是处的拖油瓶更配站在我身边。你睁大你的眼睛，好好看看李少，再看看你自己，还有一点男人的尊严吗？许可，我还有一个礼物送给你，这个礼物咱……您是何海平何先生？你说什么？你要给我们林氏集团投资100个亿？何先生说他受人所托，要给我们林氏集团投资100个亿，还要邀请我去参加紫薇天神的欢宴。何先生可是掌握筑城所有产业的第一人，而且还是龙腾殿那位亲自任命的神使，他竟然看上我们林家，还是受人所托。现在你们相信？肯定是李大少啊，这就是你刚刚说的送给许可的礼物吧？这能让何海平亲自出马的关系，你问他敢应吗？你问他敢应吗？我有什么不敢应的？不是我，难道是你这个废物吗？许可，没错，我李家的确是得到了龙腾殿的那位的青睐，假以时日入驻龙腾榜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。这笔钱给你，就收着。李鹏，这可是100个亿，就当是我李家给你的聘礼嘛。我怎么不知道李家什么时候能入龙腾殿的眼？区区最底层的蝼蚁，你当然不知道。你闭嘴！叶青，你刚刚也看到了，不管是龙腾殿还是李家，都是因为我林雪可的能力才选择我的。你再这样纠缠我，反而会让我越来越讨厌你。这是给你的补偿，把协议签了。你们林家的钱，我1分都不稀罕。好啊，只要你不后悔，我可以签。站住！我们林家没有那么小气，不会连一个无家可归的人都不收留。你把你的行李拿到院子里的储藏间，等你找到住处再走吧。我就不打扰你们的好事了。祝你的林氏集团能在这位龙腾榜都能看中的李家帮助下走上巅峰。你敢咒我们？让他走吧，不过是想逞口舌之快罢了。倒也可怜，随他去吧。对了，薛可，后天紫薇天神的欢迎晚宴，你带上我一起去吧。林家现在是后起之秀，有我陪着你，可以给你介绍一些世家的人脉。这个晚宴不是何先生看你的面子邀请我们的吗？怎么还要许可带呢？难道刚才那个投资真的是叶青？不可能，那个废物怎么可能认识龙腾殿的人？我看你真是被他的花言巧语骗昏了头了。李少啊，不过是谦虚不想鞠躬而已。他说的话你照办就是了，别提那个晦气玩意儿。保姆，应该的。神尊，我立刻取消对李家的注资。不行，既然他林雪可信誓旦旦的要靠自己，好吧，那就给他个机会，认清现实。那紫薇天神的欢迎晚宴，紫薇跟了我这么多年，他的面子我还是要给他的。今年龙腾榜的宠你定在筑城，以防变故。还有，我的身份还是要保密。明白。但是您被赶出林家的事应该是瞒不住了。筑城是一个以身份问尊卑的地方，一个废墟会引来不少麻烦事。昨天晚上，
大小姐，查到昨天晚上救您的人了。您看，赘婿。是啊，听说这叶青本来就是在林家死皮赖脸的，吃白饭做上门女婿。但是今天林董事长亲自发的新闻，说两人已断绝关系。真的？太好了，不惜一切代价帮我找到他。大小姐，你又任性了。这人一看就不是什么正经人家，而且啊，他还是一个被休了的赘婿。就算你要感谢他，给他点钱打发他得了。你真以为他是个开出租的呀？能把我毫发无伤的从何启超手里带走，顶多说明他身手了得。但事后何启超仿佛在筑城蒸发了一般，他二叔何海平也当此事从来没有发生过。你觉得能让何海平咽下这个闷亏的人，会是个普通的身份吗？可何海平不是龙腾殿的人吗？大小姐，你问那么多干嘛？还不赶紧找人去？哦。告诉紫薇低调点，宴会完事听我安排。叶青，幸好我姐有先见之明，叫我跟着你，没想到你真他妈来砸场子来了。说的好像跟你姐场子一样无聊。我姐来参加这么重要的宴会，你他妈就是过来捣乱的，不准去！给我放开！你他妈休想！你自找的！林浩，姐！叶青，把你赶出林家是我的决定，你有冤气冲我来！姐，我好去问他这2天过得怎么样，这混蛋上来就打我。我以前怎么没有发现你这么会装啊？好你个白眼狼！叶青啊，我们林家白吃白喝养你2年，你不感恩戴德就算了，还敢当街打我儿子，你……明明是你的乖儿子先动手的，我只不过是自保。哎呦，他连我都敢打了，我们林家怎么养了这么个乱咬人的疯狗啊？家门不幸啊！叶青，你太过分了，向我妈和我弟弟道歉！道歉！我没有动他，他明明是在装的，你看不见吗？你还想狡辩？不就是因为我要跟你离婚，你以后不能吃我的喝我的，靠我养，所以你要报复我的家人是吗？叶青，2年了，你还是一样没出息。哼，也对，只要是你们自己家的事，你永远都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先怪我。林雪可，你什么时候才可以对我有一丝丝的信任？信任？你不配！我不配？哼，是我这2年太天真了。我看天真的是雪可才对吧？李少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雪可，你别忘了这里是哪儿，也别忘了我们今晚是来干什么的。这里是瀚海大酒店，是龙腾殿的产业，而今晚又是紫薇天神莅临筑城的欢迎晚宴，整个筑城的贵族世家和名门望族都会齐聚此地。雪可，这次是你在上流社会的一次露面，你只要抓住这次机会，何愁林氏集团不能上市啊？而叶青就是一个被赶出家门的弃婿，却出现在这儿，你不觉得有些奇怪吗？姐，他对你怀恨在心，肯定是过来报复的。喂不饱的白眼狼，你跟踪雪可跟踪到这儿了，哼！我告诉你，今天是雪可拓展人脉最好的机会，你要敢坏了我们的好事儿，小心我扒了你的狗皮！谁告诉你我是跟踪你们来的啊？难不成你是被邀请来的？这可是紫薇天神的欢迎宴。没错，盛情难却，推都推不掉。你到底在外面跟谁学的丢人的本事？你看看你自己，不觉得自己可笑至极吗？可笑？我只觉得目光短浅、有眼无珠的人才可笑。叶青啊，同为男人，我都替你丢人了。哪怕你有李少一半的能力和骨气，我都不会看不起你。早知道跟他废什么话呀，叫人把这孙子打出去，看他敢狂吗？跟我动手，
怕是连你们的紫薇天神都不敢动我一根手指。你还不给我闭嘴！我警告你，叶青，现在的你跟林家没有半点关系，你最好认清楚自己的位置。你自己说错话，引火上身，我管不着。但是你如果连累了林家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这么着急跟我撇清关系，你确定不会后悔吗？后悔？我后悔没有早点看清楚你窝囊废的本质，让你到现在还打着我的名义在外面肆无忌惮。林家没什么了不起的，我也不用借他人之使，毕竟我肯出席，已经很给紫薇面子了。好了啊，叶青，既然你说你是被极力邀请，盛情难却，那还等什么呢？快，让我们看看你尊贵的身份，有多少人欢迎你，好不好？来，走。看到了吧？今晚来的这些宾客都是掌握着筑城命脉的顶级世家和势力代表。如果你现在承认刚才是因为憎恨许可才说出那些疯癫的话，那我可以考虑给你个服务员当当，这样你说不定待会儿还能蹭几口饭吃，也不算白来一趟嘛，是不是啊？顶级家族各方势力，你以为我会放在眼里吗？区区赘婿也敢口出狂言！你疯了！李浩，快把他带走！区区赘婿也敢口出狂言！在场各位都是敬仰紫薇天神和他背后的龙腾殿，才抽出时间在此恭候。你又是哪帽子的鼠辈？还不给我赶出去！我若是无名小辈，恕我直言，那在座的各位都得跪着。你，薛克，这位呢是筑城资历最老的世家长辈田老，凡是高位之人都要给他几分薄面。惹了他，你就完喽。我田家屹立筑城，名流数十年，天生就比你这贱民高贵。我让你跪着，你就不能站着。筑城田家祖上以制造业起家，早年还得到龙腾殿的扶持，确实风光过几年。我田家筑城风光，谁人不知，谁人不晓。算你小子有点见识。可惜后人贪婪无度，不善经营，不仅败光了所有家产，还坑害工厂上万百姓，导致他们家破人亡。一派胡言！那群低贱的疯狗，天生就应该为我们这些上等世家大族做奴隶的。像你这样的人，也配自称世家大族，也配被人瞻仰尊敬？哼，笑话！你算什么东西？这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怎么，心虚了？小子，有种的，你报上名号，当众与我们田家作对的，后果恐怕你承担不起。田老，2年前他入职到我们家做看门狗，现在已经被扫地出门了，跟我们家没有半毛钱关系啊！我姐早就跟他离婚了，是不是姐？田老息怒，叶青他刚跟我离婚，他受了点刺激，你千万别和他计较，我这就让他走。叶青，你还嫌给我惹的麻烦不够多吗？你赶紧离开这儿！站住！当着所有世家晚辈的面大放厥词，羞辱我田某，你林家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吧？今日之事，你必须要给我个交代。薛克，不要掉入他们的圈套。你还记得2年前我在林老爷子墓前发过誓吗？我要守护你，守护林家一辈子，相信我。你我2人出身不同，眼界高度都不同。我要考虑家族命脉，经商之道，还要带领家族站在筑城之峰，俯瞰众生。这是我，而你每月挣着2500块，吃着路边摊，喝着工业啤酒买醉，圆自己个梦。这里面什么都有，这是你，这还不够吗？你还妄图和我们商业上层有一点瓜葛，就是你太贪心。叶青，你真的要用一辆出租车来守候我一辈子吗？我和林家早已没有半点关系，所有后果由我叶青一人承担。林雪可，你这么着急和我撇清关系，是为了保全你自己，
难道我们2年的感情就不值得你一点点的维护吗？我说过，这是你自作自受。小子，你跟林家有什么过节，我管不着。但是你今天太过猖狂，简直目中无人。我若不对你严加惩治，恐怕日后何海平神使知晓此事，只会怪我心慈手软。来呀，把他给我捉下来！放任你这种小小之辈故作威风，何海平这个神使确实昏了头。你哟，敢这么说话？我还是自己听懂了。叶青，我看你是真的疯了吧？你得罪了田老，最多被赶出筑城，受些皮肉之苦。可你竟然对何先生出言不逊，我看你真是死到临头了。薛克，来，快，离他远点。无法无天！何先生乃是龙腾殿亲自铸成神使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你如此藐视他，简直不把我们筑城世家放在眼里。你确实不配入我的眼，但我也不是针对你，我是说在座的各位，包括田家，都不配。诸位，为我做个证，此人嚣张至极，今日我要首当其冲，为神使铲除这个败类。薛克，这个叶青已经惹了众怒，这个时候你还等什么？最好的时机，赶紧表态，快去！筑城林家，恳请田老惩治叶青。来人，今天我要让这小子走不出这个大门。谁敢动我韩梦柔的人？谁敢动我韩梦柔的人？又见面了，叶青。这不那晚那女的吗？韩梦柔，这位小姐应该不在邀请名单之上吧？来人，把她请出去，别耽误我们处理正事儿。以我金北韩家大小姐的身份，别说紫薇天神的欢迎晚宴，就是龙腾殿的那位在，也得给我几分薄面吧。金北韩家那可是辅助龙腾神尊、拟定龙腾榜的世家大族，韩家家主更是掌管所有海陆板块势力，还可直面龙腾神尊。我家小姐2个月前秘密前来筑城，帮扶贫困底层，本不想以身份压人，有被韩家加封，但今日观诸位之气势，个个恃强凌弱，为追求权贵不惜肆意打压处置一个手无寸铁的柔弱百姓，当真是让我看了一出好戏。不是柔弱有点……叶青，你别怕，有我在，谁都欺负不了你。韩大小姐不分青红皂白，上来就跟我们泼脏水，恕我们也不能接受。田某虽不清楚你和这位刚被赶出家门的气许是什么关系，但我们筑城的事儿，怕是韩家主也不好插手吧？是啊，他们是什么关系？刚离婚，又攀上了韩大小姐，渣男。姐，她就是那天晚上和叶青在酒店门口搂搂抱抱的那女的。原来那晚的事情是真的。叶青，你早就背着我找好下家了。怪不得你一个开出租的气许，怎会如此猖狂？原来是傍了金北韩家呀！如此本领，田某佩服。薛克，看来这韩大小姐的床比你的床要柔软很多呀。叶青私底下一定付出了不少努力。韩小姐，我知道你的本意是好的，但是这帮人还不值得你搬出韩家的名号，他们不配。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怎么能眼睁睁看这帮老家伙为难你？更何况他们可是动了杀心的。韩大小姐，你也是被叶青骗了吧？您不知道，他就是个爱吃软饭的窝囊废。他先是死乞白赖的入赘林家，当了2年小白脸后，被许可识破了嘴脸，赶出了家门。他转头又故技重施的去勾搭你。说实话，作为男人，我都替他丢脸。原来如此，也罢，那我也就不和你韩大小姐计较了，毕竟她也是受害者嘛。只是这叶青恶迹斑斑，不除掉她，实在难解心头之恨。今日你先跪下来，向田某认个错，田某就当积德放你一马。下跪认错？哼，好啊，我怕我跪得起，你没那个命受得起。无耻之辈，你待我稍后禀报紫薇天神，我让你全家死无葬身之地。不如这样，
不劳您多嘴，我来跟紫薇天神说，龙腾殿神使紫薇即刻出现在我面前。神尊蛰伏了2年，现在出手，肯定是筑城到了必须要整治的重要节点。筑城身处中原，地势盘根错节，上有以老辈自居的田、许、赵、吴4大家族，下有近些年势如破竹的李家。神尊暗中调查2年，恐怕都难以深入其中啊。没错，之前我们一直忽视的筑城，没想到反而适得其反，反而助长了筑城的本土势力。我又何尝不想把他们都一网打尽？他们这些年互相勾结，蛇鼠一窝，实在是难以撼动。小小田家也敢和神尊叫嚣？看快点，我们3分钟之内必须到达会场。好。田家在筑城的辉煌，到今日足矣。叶青啊，我看你不是开出租车的吧？你是学表演的吧？拿起手机就开始演独角戏。手机有电吗？手机开屏了吗你啊？我劝你啊，还是站在一边好好乖乖的待着，别溅你一身血，回家吓得找爸爸。你，各位长辈在此，我也就不瞒着各位了。我李家就是要趁着这次紫薇天神的机会，面朝龙腾神尊。如果成功，我李家可谓是一步登天。今日叶青敢在此大闹，我李家有责任与田老共同铲除败类，不自量力。田老，我们赶紧趁着紫薇天神还未到场，收拾这垃圾，免得破坏了宴会的氛围。你说的对。今天谁敢动叶青一根手指头，就是跟我京北韩家作对，我看谁敢。我北城侯氏一族愿与田老统一战线，此人不可留。秦氏集团尊请田老把我们筑城铲除叛徒。歼灭叶青，支持田老！歼灭叶青，支持田老！韩大小姐当真要为了叶青一人与筑城全体世家名流为敌吗？你们，我一人之事，就别难为一个小姑娘了。叶青，他们人多势众，你相信我，就像那天晚上把你自己交给我那样。当然。诸位，此时还不动手，更待何时？紫薇天神到！恭迎紫薇天神和神使！恭迎紫薇天神莅临筑城，天神和神使一路奔波劳累，田某有胆敢在我的地盘闹事，你们好大胆子！是，先生，我们来晚了。来得正好，等着你主持公道呢。天神，您搞错了吧？这小子是林家没过门的赘婿，废物一个，靠勾引女人吃饭的小白脸，今日不仅擅闯您的宴会，大闹一通，还敢出言羞辱，贬低您与神使。我正要替您处置了他，免得您生气呢。你就是田家家主，那我可得好好谢谢你。不瞒天神，我田家曾经也是龙腾榜上有名的大家族，我们可谓是同僚啊，这点小事不足挂齿。那依你说，应该怎么处置？叶青呢？起码要给在座的每位磕头求饶，再自断双手双脚，以示忏悔，赶出筑城，以儆效尤。好，那你还不速速磕头？磕头！您说什么？我不是刚才你自己说的吗？先磕头，再断手断脚，逐出筑城。我那说的是叶青，和叶先生作对，就是和整个龙腾殿作对，谁敢不服？叶青，他什么时候跟龙腾殿攀上关系？何先生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您可是我们筑城的保护神呐，快劝劝紫薇天神吧。保护神？何海平是龙腾殿亲命筑城百姓的保护神，不是你们的保护神。何海平，这就是你静心多年治理的筑城吗？先生教训的是，此事交由何某出手，何某愿弥补一二。
筑城田家逼迫众人以超负荷工作谋取利益，以势欺压众人，扰乱社会秩序多年。今日起将收回对其倾注财产，没收田家所有资产，家主逐出城外。凡有异议者，都是与龙腾殿为敌。哎呦，何先生，您不能这样啊！我错了，我可以向叶先生道歉，您饶了我吧。田家到头了。何先生，何先生，你放过我吧，放过我吧。叶青，都是叶青，叶青。李少，你在说些什么？都是叶青。天神，你肯定是被这小子用什么手段迷惑了。您和何先生都被他骗了，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，并且最擅长的就是勾引。大胆！我不是说你，侮辱叶先生，后果更严重。叶青，你到底和龙腾殿是什么关系？你和我又是什么关系？我凭什么回答你？如果你真的是靠自己获得这些尊重和权势，为什么隐瞒至今？让我在林氏集团孤军奋战2年都不肯出手帮助。我隐瞒身份是因为这些年我对林氏集团的扶持一直都没有断过。林氏集团的每一笔订单，每一个投资都是我在暗中帮助。这些拙劣的谎言你让我怎么相信？但如果你是靠着那些见不得人的手段才攀上龙腾殿，那确实和我没关系。我只恶心我养了这样的男人整整2年。谁给你的胆子这么跟他讲话的？你可知他是龙？你不配站着跟叶先生讲话，跪下！叶先生，紫薇，我听李少爷说，你跟李家关系密切，想选举李家入选龙腾榜，何有此事啊？龙腾榜宠你之事，除了我们神尊大人之外，其他人一概不得参与。至于这个什么李家，我从未听说，真是太不自量力了。李少，你最好祈祷自己能够被叶先生原谅，否则将影响你整个家族，难以在筑城立足。叶先生，此人该如何处置？既然他誓死要和田家统一战线，那就……叶青，我不管你用什么下三滥的手段，让紫薇天神听命于你，我劝你别太嚣张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李少他也是被形势所逼。哼，这林学可真双标。刚刚李鹏欺负人的时候，他可没这么好心肠。林小姐这意思是叶青攀上紫薇天神了呗？紫薇天神是为了正义站队，不懂别胡说。是，我还就不饶人。我有嚣张的资本，而他没有。叶青，你今天暂且得势，那你就没有想过，以后你也有被抛弃的一天吗？田家、李家100年基业屹立不倒，以后要报复你就是分分钟的事。尽管让他们试试，敢和龙腾殿叫板是什么下场？你不是想救他吗？好，我给你个选择，要么李家覆灭，这2年我对林氏集团的暗中扶持继续，要么你我断绝关系，以后就靠着所谓的能和你并肩作战的李鹏，将你的林氏集团送上巅峰。我让你选。徐哥，你别听他胡说八道，你把林氏集团一步步带到今天，都是你一个人的功劳。今后有我李家的全力协助，你何愁没有未来啊？他叶青，他只不过是一个依附于女人的废物，千万不要被他蒙骗了。叶青，你的资本不过是从一个女人的床上爬下来，再爬上另一张床。如果你靠这些就可以咄咄逼人、不止不休的话，那么恭喜你成功的刷新了我对你的厌恶程度。林学可，你别把我说的和你一样。我叶青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位置，靠的是染尽敌人鲜血的双手。这些年，我对你们林家尽心尽力，
你可以不感激我，但是你不能这样污蔑我。够了，叶青，你为什么要抹杀我的努力，再凭空臆造出你的功劳了？这样是可以满足你作为男人的虚荣心，还是你就是喜欢自欺欺人？既然你从始至终都对我没有过一丝信任，那还有什么好说的？紫薇，听明白林小姐的意思了吗？先生放心，日后龙腾殿不会和林氏集团有任何利益往来。我林雪可从不依靠任何势力，今后也不会依附于谁。我会带着林氏集团一步步高升，而你只会向下越陷越深。该说的我都说了，该做的我也都做了，我对林老爷子的恩情就此两清，你好自为之。打扰了你的宴会，你们继续。哎，叶青，我还有话要说呢，我可是专门为你来的，你等等我呀！是啊，天生还在这儿坐。啊，神尊这是想要继续隐瞒自己的身份吗？闺女，那个叶青真的有那么厉害吗？按你刚才那么说的，咱们林氏集团怎么办呢？我呸！这个叶青肯定是没跟雪可离婚的时候，就勾搭上京北韩家和紫薇天神了。哼，这两个蠢女人被他迷得团团转，竟然在这里装威风，真有种！真是个软饭硬吃的贱骨头。哼，我看用不了几天，人家腻歪了，一脚把他踹开，他还不得屁颠屁颠的回头来找你？如果他真的来找你，雪可，到时候你可不能心软呐。我和父亲已经对他仁至义尽，他非要选择这条路，只能自食恶果。我只是没有想到，一个男人能没有底线到这种程度。雪可，相信我，用不了1年，林氏集团在你我的联手之下，一定会走上巅峰。你和叶青终究是2个世界的人，何必在意他呢？对吧？是啊，你天生就是要冲向云端的飞鸟，而他只是一团浮不起的烂泥。叶青，我真为你感到可悲。叶青，你等等我！哎呀，林小姐，你有话快说，孤男寡女让别人看见多不好。有什么不好的？反正本小姐的身子早就被你看透了。这话可不能乱说啊！你可是大家闺秀。有什么不能说的？反正咱们马上就要结婚了。哎，谁嫁给谁啊？我跟你订婚啊！别以为我不知道啊，你离婚了。谁告诉你我离婚了就得跟你结婚啊？当初救你是我出于人道主义，刚刚你为了我跟那些世家争执，咱们俩扯平了。我那是仗义直言好不好？早就看那帮装模作样的老家伙不顺眼了，竟敢说你是小白脸。我确实是林家的赘婿，他们倒也没有说错。你要是真想靠女人，刚刚就顺势抱紧我京北韩家的大腿了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虽然呢我并不知道你是什么身份，但是既然你有意隐瞒，那我也不逼你了。你这个小丫头倒是古灵精怪，跟你那老顽固的爹啊一点都不一样。你认识我爸？京北的韩家钟先生，谁不知道啊？大小姐，吃到了，走吧，未婚夫。哎，去哪儿啊？见父母，商量婚事。你们在干什么？我们在干什么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是他前妻。你也知道你是前妻啊？我真是小瞧你了，叶青。表面上软弱无能，要靠着我每月给你的3000块才吃得起饭，背地里勾搭一个又一个靠山，为你冲锋陷阵，真让我感觉到恶心。你真是……林雪可，从头到尾你有问过我真相吗？李鹏挑唆你2句，你就信了他的鬼话，把我们的感情放在最肮脏、最龌龊的位置。现在我信了，可能我们从来就没有真正了解过彼此。是啊，是我不够了解你。我只看到了你的软弱无能、谎话连篇，没看到你虚荣极致的内心和恶心的手段。叶青，我以前只觉得你是个无能的男人，现在我觉得你连个男人都不算。随便你怎么说吧，我无话可说。你
林小晴，我忍你很久了，2年夫妻，你心安理得享受了叶青替你操劳家务，为你当牛做马，却又嫌弃他不求上进，不能为你遮风挡雨。您这算盘噼里啪啦响的，全筑城的人都听见了。我在外面赚钱养他，这是他应该做的。所以叶青他什么怨言都没有，换来的就是你龌龊的猜忌和欺负。你心里明明知道你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叶青他做了对不起你的事，但你就是接受不了他实际能力远大于你的事实，就想出这么个办法来贬低羞辱他。我说的没错吧，林小姐？你胡说！如果不是他用了见不得人的手段，紫薇天神怎么可能听他的？还有你，他只不过是个被扫地出门的赘婿，你凭什么这么维护他？因为就算他是一个卑微的出租车司机，他也从来没有向不公的命运低过头，服过软。你还有里面那帮人，一个个自诩上流社会的商业天才，是公平正义而不见，虚伪的经营自己世界的一套标准守则。你们就像戴着面具狂欢的小丑，令人作呕。可叶青他不一样，他明明处在风暴中心，却仍然固执地坚守自己内心的正义和公平。他从来不在意自己身份的高低，只在意是否愧于自己的心。林小姐，你刚刚说的所有我都不赞同，但我有一句，你确实从不曾了解过他。你们够了！你竟然敢吼我！林雪可，2年前因为你父亲的遗嘱，我们被动结为夫妻。现在你让我离开林家，好，我答应你。但不论你信不信，我对林氏集团的帮助远比你想象的大。既然你不后悔，好，从今以后，我会正式中断对林氏集团的所有帮助。以后，你可以靠你自己撑起林家了。为我端洗脚水、洗衣做饭也算是你帮助。以后没了你这个拖油瓶，我林雪可就没有任何阻碍，只会扶摇直上。而你，祝你们百年好合。刚才谢谢你替我说话，小丫头确实长大了不少。说的好像你见过我小时候一样，大叔。听说你捐助过超过200名的贫困大学生完成学业，这个年纪能塌下心来做这种事，未来可期啊。我爸说了，社会上所有的财富都是取之老百姓，自然也要用之老百姓。以我现在的能力，虽然呢做不了太多，只能照顾求学的孩子们到成年，但将来，人呢？叶青，这小丫头可不好惹呀。神尊，林家那边找人盯着吧，毕竟是林老爷子半生心血，至少我要帮他保住林氏集团。明白，我先送您回住处。神尊，韩家那个小丫头跟着您过来了，就在门外呢。韩家，韩家中，紫薇，你跟我的时间最久，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创办龙腾堡吗？分发权力，从而稳定八方大陆。我哪有什么权力，不过是凭着各位的信任。当年我率领将士们，整整花了8年的时间，击退外敌，守住领土。从开始的4万兄弟，到最后只剩老韩陪着我。4万将士呀，就这样留在西江边上。当时的我受功领赏，万人之上，国土皆安，大把的风平浪静的好时光在等着我。可我却不知道该去往何处，总觉得该做些什么。所有人都觉得我杞人忧天，唯独老韩理解，他托家人照顾我半年之久，自己四处奔走，掌握了各地的权势和权势之下的暗流涌动。证明了我的猜想，外忧解决了之后，内忧又随之而来。
我这才下定决心创办龙腾榜，以榜上之人的权势牵制各方势力，稳定百姓。可是神尊，为何我在龙腾榜上从未看到韩老爷子的名号呢？凡榜上之人和家族，必须以保护一方百姓为己任。这种制度嘛，就是用来压制的。而老韩亲身经历了所有兄弟为保家卫国而死，他的身心是属于这片土地的。我就是想见一见叶青，你让我进去嘛。所以只有韩老爷子的女儿才能传其衣钵，为了慈善到处奔走。叫他进来吧。是。想逃过我韩梦柔的手掌心，没那么容易。倾国英雄韩大小姐也怕孤独不成？那倒不是，我是怕有人趁我不在欺负你。那帮仗势欺人的家伙。你不必这么关心我。那晚救你是出于我的本能，哪怕是路边拾荒的大爷，我也会出手相救。所以你不必因为这份恩情对我有别的感情，你明白吗？谁说我是因为你救了我才喜欢你的，还以身相许？你小说看多了吧？那你喜欢我什么呀？因为我跟龙腾殿有关系？你跟龙腾殿有什么关系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哎呀，我喜欢的是你这个人，跟你跟谁有关系？还有你救了我，都没关系啊。我以为你是出于某种目的才一直跟着我，不是吗？对啊，我喜欢你就是我的目的。我喜欢你对任何人都不卑不亢，不会被他们的权势吓倒，或者是用谄媚的态度对待他们。其实我来到筑城之前呢，我爸跟我说过一个故事，有这么一个人，不管他身处在泥泞之中还是云层之上，他眼中的世界都只有一个高度。不管是路边的小雏菊，还是被娇贵对待的玫瑰，在他眼里都是一样的，他都会帮助他们。我觉得这才是心中有大爱的人。我爸说他这辈子只会心甘情愿地追随一个人，我想我也找到了那个想要一路同行的人，就是你，叶青。早知道惹来你这么个小麻烦精，当初啊就不该救你。你才不会呢，你当初救了我，确实很感谢你，但感谢是感谢，喜欢是喜欢，谁规定报恩一定要以身相许？那你说如果两个人不合适的话，你把他硬凑在一起，那不就变成仇人了？那这份恩情你打算怎么还呢？简单呀，第一，你需要什么？第二，我有什么？这两个不管选择哪个都可以。但我觉得吧，真正的报恩是授人以渔。有的时候一味的付出并不会换来感激，但是只要达到目的，过程之中用一些常人无法理解的手段，我觉得也是可以的。唉，想不到我还不如一个小姑娘看得明白。不可能！这都是我亲自谈的合同，怎么可能说解约就解约？林总，合作商跟我们解除关系的消息一传出，我们的股票大跌，你快看看。怎么会？别说国外上市了，这样下去，我们公司都有可能破产。不可能！只要有我林雪可在，我们林氏集团永远不可能破产。林总，您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？当然。下去吧。是。更何况你还有我呀，雪可。李少，我还有些工作要忙，你要不先回吧。雪可，我可是来帮你的呀，你确定要赶我走？帮我？我已经说服我爸了，给你们林氏集团呢投资10个亿，帮助你们起死回生。真的吗，李少？当然了，雪可。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不过你也知道，雪可，这可是整整10个亿呀！我是没什么问题，无条件去帮助你，对吧？可是我爸呢，他有点小小的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他的条件是召开股东大会，我以入股的形式投资林氏集团。
这恐怕不合适，李少。我不会把林氏集团卖出去的。你说什么呢，学可？别人不懂，我能不懂林氏集团对你的重要性吗？这不叫卖，这叫分。我只是象征性的分那么一点点，哪怕1%的股份，向我爸有个交代就够了。我怎么可能让你卖公司呢？对不对？真的吗？当然啦。好，只要你能帮我救回林氏集团，我会给你股份。放心吧。少爷，您真的要吃千金换美人一笑吗？是你蠢还是本少爷蠢？他林学可连我前2天玩的小模特都比不过。来，怎么样？所以啊，他也配我花时间。那您刚刚说，那本少爷前后围着他转了小半年了，目的不就是他背后的林氏集团吗？你说他一个又蠢又无能的花瓶，能把林氏集团做到今天这个高度，要不就是他背后有高人撑着，要不就是这个林氏集团啊气运爆棚。不管哪样吧，反正啊花10亿买他一个林氏集团，这波不亏。少爷好寂寞，这下李总肯定对您刮目相看了。我爸，到时候我要让他亲自给我开庆功宴，我要让全筑城的人都知道，我李鹏才不是他妈什么草包富二代呢。到时候我就是林氏集团的总裁，不对，应该叫李氏集团。沈尊，林学可今天下午2点要召开股东大会，根据我的调查，可能跟李家有关系。李家不过是个地产开发商，敢这么明目张胆的商业欺诈，不怕惹祸吗？李家家主李天是一个卖鱼出身，攀上一个道上老大的女儿，逐渐起势。后来这个老大和他的女儿相继离世，李天自然继承了老丈人的权势。这些年他们黑白2道通吃，我关注他很长时间了，但是这个人非常狡猾，没有明确的证据，我也不敢贸然行动，所以我明白了，不怕鱼狡猾，就怕闷声干大事。走。今天叫各位高层和股东们过来，是要宣布一件事情。由李鹏先生代表的鹏飞集团决定向我们林氏集团投资。投资？你说这不可能吧？这是其中有诈吧？林氏账面上亏空了上千万，我看哪怕鹏飞集团出手相救，都于事无补。没错，是的，这可是商场，不是你林大小姐的情场。你们好了，各位别这么激动啊！我李鹏说能救，就一定能救。真的吗？我李鹏说能救，那就一定能救。好，我相信李鹏先生。妈，没错，各位，这林氏集团的问题的确很难解决，但我们鹏飞集团很看好学可，当然了，也很看好林氏集团。所以在集团的危机存亡之际，我决定伸出援手，帮大家一起起死回生。所以我决定投资10个亿。10个亿，这下有救了！有希望了，有希望了！鹏飞集团可是咱们筑城有权有势的大品牌，有他们做靠山，还说咱们林氏集团没有好发展吗？我支持。好了，各位，除此之外呢，我还有一件事情宣布，学可，这10个亿我只投资，不要股份。
不要反分！李少爷是怎么想的？李少爷，李氏集团许可受之有愧呀。李鹏，你不是说……哎呀，雪可，我希望我们的感情不掺杂一丝杂质，这样你总不再怀疑我对你的真心了吧？小李总，突发情况，投资必须中断。你来干什么？出去！小李总，我知道你为了林小姐可以把心都掏出来，但你这样怎么向李总交代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们李总本来看不上你们林氏集团，但是我们少爷心疼你，想帮帮你，所以说劝说我们李总投了10个亿。但是这10个亿不是用来做聘礼的，是用来做股份的。如果我们少爷没把这股份转让协议带回去的话，怕是被赶出家门都不一定。薛克，你不要听他胡说八道。男子汉一言九鼎，我说过送你的礼物绝对不会改变。你出去！大不了我这钱不投了，行不行？哎，这可不行，李少爷，这可是10个亿啊！你不投，那我们林氏集团可就真破产了。对呀，可是是啊，你出钱，林氏集团出股份，这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儿。除非林总眼睁睁地看着集团倒闭，我们都家破人亡啊！对呀，是啊，这怎么办？就是说呀，神尊，您猜的没错，我查到林氏集团账面上的亏空是李鹏父子所为，他们恐怕要对林氏下手了。仅仅是合作商违约就亏空上千万，背后一定有人搞鬼。你现在就去李家那边，不能让他们的计谋得逞。是。哎，等等啊，先帮我做件事。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我走。李鹏，这不是你的错。是啊，归根结底是那个废物叶青的错。要不是他吹了紫薇天神的枕边风，我们好好的合作商怎么会说没就没呢？幸好许可身边还有您可不能惹林总生气啊。许可，你说这10个亿我投还是不投啊？我会给你20%的股份，我们签约。许可，这真的委屈你了。要不是我爸，我这10个亿我就全都……什么呀？你肯出手帮他，就是他的福气。股份呀，本来就应该给的。您坐，您坐。少爷，合同。李总吩咐的。许可，你看这……各位高层，情况你们也都知道了。我辛苦了2年，把林氏集团送上市，在此期间，我凭一己之力拿下了无数订单和合作商，同时也是我的疏忽，引狼入室，才让叶青有了报复我的机会，是我对不起大家。还好，有李少愿意帮助我们。哎，这份股份转让协议，还有谁不同意吗？这不可能不同意吧？没有的话，从今天起，李少将拥有林氏集团20%的股份，成为除了我之外最大股东。我反对。叶青，叶青，你给我放下！这协议有诈，不能签。你小子算什么东西？插手我们商业机密的事儿，你认字吗？看的。叶青，你还嫌给我惹的麻烦不够多吗？你又来干嘛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被那什么紫薇天神抛弃了，现在又回过头来抱我们许可的大腿。你这个贱骨头，我们许可还嫌脏呢，赶紧给我滚出去！他压根就没打算给你们投资，不信你让他现在就转账，看他能不能拿出10个亿来。
李少，要不你先把钱打过来，我们再……不是吧，林学哥，我尽心尽力的帮助你，这小子一句话，你现在怀疑我？你忘了他是怎么攀上高枝，转过头来欺负你的了吗？好，各位股东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被林家赶出家门的上门女婿叶青。人家前脚跟许可离的婚，后脚人就攀上了紫薇天神的床头了。各位啊，那可是龙腾殿，这不现在失宠了，转过身来又屁颠屁颠的来舔许可了，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我李鹏要的女人、财富，所有，你就只配看着。你这种下贱出身的人，就只配被我踩在脚下。叶青，你还是赶紧走吧，留在这儿只会自取其辱。不准走！你要的东西我不稀罕，你还不够格。我今天来啊，不是看你们秀恩爱的，我是来告诉你，这个人不可信，不能把林氏集团交到他手里，信不信由你。叶青啊，你赶紧把你那个臭嘴闭上吧，看看，记者已经把消息放出去了，现在整个筑城都知道我要投资林氏集团，能有假吗？这不是你们父子俩惯用的手段吗？打个巴掌给个甜枣，这种小儿科的伎俩，薛可，你不会信吧？这可是筑城最大最权威的媒体，怎么可能有假？叶青，我不管你今天是出于好心还是别的目的，你以后都不要再插手我和林氏集团的事情，我以后也不想再看见你，请你好自为之。闺女，他肯定是来要钱的，看他那语气，分明是在威胁你。好，要钱是吧？来，叶青，把桌子跟本少爷舔干净，做得好呢，本少爷赏你一个厕所保洁员当当，一个月给你个2000，够不够啊？叶青，松手！叶青，我有林老爷子留给我的股权书，23%的股份，你说我有没有资格反对？什么？这是可能事情？怎么可能啊？怎么说事？是啊，这不简单呀，能信吗？什么时候事？看他这么自信，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？真的是我爸的笔记，他真的把所有股份都留给了你，而不是我这个亲女儿。你一个外省来的出租车司机，你是走了狗屎运入赘到林家了？林老爷子怎么可能信任一个外人，还把股份转让给你？我们怎么不知道？这是林老爷子的临终遗愿，你们当然不知。谢谢你，今日你以命相救，我定会报答。你有什么愿望，尽管说。宁某别无所求，家中有夫人和一儿一女，如果可以的话，代替我护住他们。我能让他们家产万贯，别的我做不到。只要2年，我那女儿天真骄傲，林氏集团交给她，恐难胜任。我把林氏集团我所持有的所有股份交给你，必要的时候拉他一把，我就感激不尽了。好，我答应你。
可能，我没见过这个，这肯定是你伪造的，这是假的。这份协议我已经做了公证，你那是复印件，就算吃了也没关系。这份协议我已经做了公证，你那是复印件，就算吃了也没关系。这份股份转让协议你去做一下公证，以防被有心之人抓住把柄。是。在我面前最好把你那些见不得人的小心思收一收，后果你承担不起。你别以为仗着一个死人的话就能跟我抢了。哦，薛哥，我记得你当初跟我说过，你爸死的时候就叶青一个人在场，对不对？现在清晰了，就是叶青动的手啊！你看，现在他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吧？这就是他的目的啊！对呀，当时你爸病了，是被他送到医院的，就剩一口气了，强撑着让雪可招你入林家，要我们护你周全，肯定是被你威胁了。现在雪可说要跟你离婚，你又打上集团的主意了，要不是你居心叵测，这一切怎么会这么凑巧？林老爷子确实是为了救我而死，但是原因我不方便跟你们说，说了你们也不会相信。我要做的就是报答林老爷子的救命之恩罢了，和你还有你们都没有关系。雪可，你还听他胡说什么？他就是害死你爸的凶手。不听我的才是让林老爷子白死。林老爷子早就猜到你们并不是林氏集团继承人的合适人选，所以才把股份交给了我，保护他的家人和集团。要不是你们现在要把他的半生心血拱手相让，我本打算自愿把股份转让给雪可。你装模作样说那么多有什么用啊？我管你什么公正不公正，只要你今天走不出这个大门，那股份依然属于雪可。李鹏，你要干什么？不自量力！哼！李鹏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李鹏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小小李家竟然目无王法，随意处置他人性命，看来我是该和我父亲提一下，让他好好查查李家的底细了。韩大小姐言重了，我就是跟叶青开玩笑呢。原来你今天是来炫耀你新攀的高枝啊！目的达到了就可以走了，我们林氏集团的事不劳你操心。林小姐，叶青是来帮你守住林氏集团的。如果你今天答应了李鹏的条件，明天你就会被踢出局。那是我自愿的。我林薛可以把一无所有的林氏集团做上市，也可以把他从现在的困境中带出来。李鹏给我投资，那是欣赏我的能力，跟我们私人感情无关。不像叶青，只能靠着男女关系来往自己脸上贴金。我恶心。林薛可，你真是千金大小姐当久了，越活越天真了。她一个好色成性，上个月还在跟一个小模特搞绯闻的花花公子，因为欣赏你的能力，就转身变成了投资奇才了。在这个圈子，好歹你混了2年了，用你的脚想想，可能吗？小可，你别听他胡说八道。我跟那个小模特……你闭嘴！当初林老爷子突然离世，林氏那时候只不过是一个不到100人的小企业，你一个大学刚毕业的千金小姐，连工厂的门都没进过，铺天盖地的订单，只需要你动动手签个字，这也叫你努力了吗？不是雪可的功劳，那也是我们老林一辈子积攒下来的人脉，跟你这个窝囊废没有半毛钱关系，还不赶紧给我滚！以前我念在林老爷子的面子上，不想和你们计较。哼，我表面上当牛做马，暗地里一直扶持你们集团，到最后落的却是你们无尽的羞辱和背叛。幸好有个人告诉我，恩情这个东西啊，要用对的方式还。别人敬我1寸，我还人3分，但人若犯我，就别怪我不留情面。好，你不留情面，那我也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了。今天当着各位股东的面，你向大家说清楚，是不是你背地里挑唆紫薇天神，让所有合作商停掉了和我们公司的合作？是。叶青，我真的怀疑你是不是精神分裂。
你前脚信誓旦旦的吹嘘自己为林氏集团带来了多少财富，后脚又费尽心思的毁了我所有的努力。你要报复，冲我一个人来，不要连累大家。这养条狗还知道摇摇尾巴，这林董事长养了条白眼狼啊！吃里扒外，你这种恩将仇报的东西，还有脸继承老董事长的股份？我呸！我让紫薇停止和林氏的一切合作，不都是听了你的话吗？你怎么还不满意了呢？我怎么可能让你毁了这些合作？当初可是你说的，跟我断绝关系，不依靠我，靠你自己的实力将你的公司在国外上市。可是这些合同是我这2年一份一份谈下来的，大家都可以作证。好，那我就帮你一一回忆一下这些合作是怎么找上门的。父亲走后的第8天，我继任林氏董事长，当天就有父亲的2位老伙伴为我引荐了招商会、主办会，后来我顺利中标，为公司带来了800万的盈利。那时候的你好吃懒做，丝毫不……那时候你连招标的标书都不知道怎么写，从网上下载个模板就交上去了。本想碰碰运气，结果意外的中标了。你以为那是偶然吗？还是靠你爸年轻的时候在汽修厂认识的2位老朋友啊？哼，什么商业天才呀？她只不过是一个涉世未深的小姑娘罢了。这些都是巧合。还有半年前和国外的经销商洽谈出口订单，你连集团的年产量都达不上来，单价高于市场的20%。你以为人家是看中你的实力吗？还有那次和边境谈判，对方半夜把你约到 KTV 把你灌醉，要不是我及时出现，你早就被骗了。公司在京郊建的工厂，你1年查过几回啊？集团有多少部门，你知道吗？除了主动找来的订单，你有主动去找过客户吗？哼，林学可，走出你的象牙塔吧，你其实不堪一击。我就说这个小姑娘怎么可能担当如此大任？是啊，俗话说得好，子承父业。你们看看他哪里遗传了老林总的一星半点儿？你们凭什么说我？凭什么相信他？我不相信，他在说谎，这不是真的。林小姐，叶青也是为你好，与其一味的捧杀，不如让你早点认清现实。你要是不信的话，打电话给你的合作商问问就清楚，多此一举。薛可，千万不要被他的诡计给骗了，他就是故意的打压你，让你放松警惕，夺你的财产。他一个开出租的，怎么可能操控全世界的势力？就是诓你诈你。对呀，说得对，就算我没有能力，叶青也就是个只会耍嘴皮子的司机而已，没有资格评判我。薛可，我们别被这个白痴把计划打乱了，签约吧，好吧，现在可以签了。可是李鹏，薛可，别再犹豫了，签了这个字，10亿就到账了。来，签。着什么急？欺负林雪可不懂商业规则啊！我跟我爸混迹商场10几年，从来没有听说过投资款没到账就要签合同的道理。是啊，李鹏，要不我们再等等？好，我打个电话问问啊。薛可，我爸现在还有点忙，但是我跟你保证，10分钟肯定到账。不着急，那我们就再等10分钟。你，这里还轮不到你说话。哼，薛可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不信任我，还找了个这么个蠢货来羞辱我？这笔投资款你不要，大把人等着求着本少爷要。李鹏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李少爷，你可千万别生气啊！我们怎么可能不信任您呢？都是那个搅屎棍横插一脚。我告诉你啊，今天你要敢坏了我的好事儿，我叫林浩，见你一次打你一次。只要他不怕胳膊断腿瘸，可以让他试试。叶青，这里不欢迎你，
赶紧给我滚！你确定你不后悔？有种你就告诉他真相，看他们是听你的，还是听我的？啊，叶青啊，你3番5次阻止我给林氏集团投资，那看来就是你想出手拯救林氏喽。那既然这样，我把这个机会让给他好不好？您说笑了。好，我出100个亿。100亿？你确定不是100块？对，100亿。叶青，你还嫌给我惹的麻烦不够多是不是？我求你换个地方吹嘘自己行不行？我看你是被富婆甩了，脑子刺激傻了吧？哼，那100块留着你到精神病院去挂号，别上赶着丢人了。叶青，100亿有点太多了，我怕一时间没有办法搞那么多。放心，看戏就好。你叶青今天要是能拿出100亿啊，不，你能拿出1个亿来，我就当着大家的面给你下跪叫爸爸，给你3叩9拜，好不好？想做我儿子，你还不够格。但你要是给我下跪的话，我倒还能勉强接受。100亿，也不知道你要勾引多少女人才能得到。3天时间给你，够吗？3分钟。给林氏集团投资100亿，马上到账。你别在这装模作样了，没人有功夫看你演戏，给我滚！我今天做的这些跟你没有任何关系，我只是不想让林老爷子的毕生心血让你拱手相让。所以我做什么你没有资格插手。林总，公司账上到了100亿。你说什么？真是100亿？还行，这次的办事速度挺快。叶青，你的意思是这100亿是你的手笔？筑城还有第2个人敢对一个初出茅庐的企业投资这么多钱吗？钱已经到账了，合同转让协议可以终止了吗？终止什么终止？这钱肯定是李家打来的呀。不过是这个窝囊废碰巧打了个电话就把你唬住了。真正对你好的人是李少爷，本来是10个亿，你看看现在整整100个亿。李鹏，原来这100个亿是你打的？怎么真打了？这助理怎么办事的，还多打了1个0，这下完蛋了。当然，不然你以为是叶青这个废物？只是李少爷真是财大气粗啊，真是我们林氏集团的大福星、大贵人。这帮人啊，没救了。怎么回事？不是说好10个亿吗？怎么变成100个亿了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少爷，咱不是说好不打监控手套的吗？我以为是你。你想办法让他们给我退回来呀！我给你个机会，告诉他们真相。我警告你，叶青，别坏我好事。在筑城，我想要一个人消失，简直轻而易举。想要活命，就夹起尾巴，乖乖的躲到一边去，嚣张至极。看来传言中李家负责开发的工地上数十名工人死伤，投诉无果的事是真的了。几个贱民的命也算命，最多找几个人吓唬吓唬他们家人，就不敢闹事了。你跟他们一样，天生就是被我踩在脚下的狗。原来1年前的重大事故是人为的。什么人为的？别乱说，惹祸上身。才不会出这么这就是我李家做的，又怎么样？我看谁敢说个不字。我爸黑白2道势力庞大，在筑城，我李家就是天，没有人敢跟天作对。李鹏，你疯了？你就不怕我告诉我爸？你就去告啊！你真以为我怕了你啊？京北天高皇帝远，就算你真的帮那帮人做了主，大不了花点钱就好了。等你们离开了筑城，这照样是我李家的天下。好啊，既然没有人敢动你李家，那就让我来收拾你们这帮败类。带着李家家主马上到我面前认罪。你小子想死就直说，我爸
也是你能随意支配的。别说你小子在吹牛，就算你今天真把我爸叫过来，也一样改变不了今天的结果。那就要看看你爸的命到底有多硬气。西边那几个钉子户处理好了吗？保证不留痕迹，你放心。给紫薇天神的请柬还没收到回复？没有。传言紫薇天神莅临筑城，是为了重拟龙腾榜。我李家花了这么大力气，在那些贵族面前不过就是个暴发户。只要抓住这次机会重登龙腾榜，我就叫那些贵族子孙都给我喊爹。李天何在？紫薇天神，紫薇天神，您这次来是要带我去见那个？李天，你猖狂了这么久，是该好好收拾一下了。你不是要见神尊吗？走！紫薇天神，我告诉你，就算你有韩家撑腰，我也可以让你像那些民工一样，死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。你倒是记得你一笔笔做的恶，放心，我会给你算清楚的。叶青，随便你怎么丢我的人，怎么捣乱，我都可以忍。但你敢惹李家，没人护得住你。你知道李家在筑城的势力有多大吗？尤其是李家家主李天。你现在赶紧给李少道歉，我还能求他留你一条命。晚了，我现在就让你尝尝得罪我的下场。谁给你的胆子？你干什么？先生，人带到了。爸，你怎么来了？是不是为了100个亿？我不是。李先生，谢谢您给我们林氏集团投资100亿。什么100亿？我怎么可能看上你的破什么集团？还花钱？我疯了吧？李总，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儿。要不是您，谁会给我们林氏集团投资那么多钱呢？是龙腾殿受叶青先生指示，向林氏集团投资了100亿，有问题吗？叶青，既然真的是你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林小姐，你是不是失忆了？我刚刚不止一次的证明你都视而不见，就相信你这李少爷吗？你不就靠着女人得了点吸骨费吗？薛可，他就是有韩家撑腰，或者是迷惑了哪个女人攀了高枝，他根本就……你给我闭嘴！叶先生也是你能冒犯的。爸，还不给我闭嘴！爸，这小子莽撞得很。叶先生，您别跟他计较。你儿子本事大得很啊！刚才扬言要让我悄无声息地消失在筑城，他不无能，他牛得很。爸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你给我闭嘴！你是不是搞错？他不是这么大人物，他是被人家赶出门的那个臭开出租的。你再多说一句，老子饶不了你。先是100亿，又是叶先生，完了，叶青到底有什么后台，能让天神和李家都俯首称臣？李总，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误会？是，误会太多了，我们一个一个说。那就先从今天的股东大会开始吧。李天，据你儿子所说，你要在林氏集团投资10个亿，来说说你的宏伟计划吧。这敢有一个字说谎，你知道后果。这都是我跟李鹏设下的陷阱，根本就没有10个亿的投资款。这是什么意思？爸，你在干什么？我们计划马上成功了，你醒醒啊，爸！你给我闭嘴！来人，把这小子给我拦住！爸！我是想以资金保障延迟为由，先逼着林氏签订股份转让协议，然后再撤回资金。反正林氏就剩这孤儿寡母，后面随便使点手段，这林氏不就都是我李家的了吗？叶先生，我是真不知道您跟林氏还有这层关系，都是我父子俩鬼迷心窍，罪大恶极。叶先生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千万别跟我们一般计较啊！爸，李鹏，你这个混蛋！哼，叶青，你又找到新靠山了是吧？爸，你别被他吓唬住了，过2天他被玩腻了，一脚踹开了，他就什么都没有了。爸，
干脆这样，今天都在，咱们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没有人会知道的。你这个蠢货，你到现在还看不清形势吗？你惹的这个人一根手指头，他就能毁了我们整个李家。我没惹。叶青，不可能，不可能是，他就是个林家赘婿啊！我是付出了多少，才拥有了今天的权势和财富？你从来帮不上我的忙也就算了，你还惹了不该惹的人，我李家现在又被你连累死了，不是？不是，爸，你别吓唬我吧，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人啊！再说，我做的都是按照你说的意思做的呀。你自己做的孽，你自己担吧。紫薇天神，叶先生，是我管教无方，养出这么个逆子，我对不起二位。只要能平息二位心中的怒火，我李天绝无二话。爸，你别不管我呀，爸。叶青，不，叶先生，对不起，我向您认错，我错了，你别怪我爸行不行？我求求你了，我求求你了。既然你把他交给我，那就按照我的规矩来办。紫薇，是，我会把他送到西江边境的炼狱上，让他和那些穷凶极恶之徒和热带猛兽为伴。至于能不能活下去，看他造化。带走。爸，救我！叶青，叶先生，救救我！接下来，我们来算算第二件事。我们收到了很多这2年来被李家父子祸害的百姓投递的举报信，强占地皮、恶意伤人、逃避赔付，一共107件刑事公文，全在龙腾殿。多少百姓，多少家庭被你害得支离破碎，你良心何安呐？叶先生，都是那些刁民设计陷害我的，不是我做的呀！你还敢狡辩？叶先生，求您给我一条抵押的活路，我再也不敢了。不敢？刚刚你的儿子当着所有人的面威胁我，扬言整个筑城没有他李鹏动不了的人，他想让谁消失就让谁消失。尤其是你大名鼎鼎的李天，动动手指就能让人神不知鬼不觉的消失，你有什么不敢啊？我就是个畜生，我不是人。叶先生您放心，我一会儿就给他们打钱，我都给他们还上。当然要全部还，而且是你李家的全部。李家的财产尽数奉上，都听叶先生安排。李家财产纷纷发给受害者，按照名单一一核对。是。叶家的企业也快糟透了。你的罪孽这辈子都还不完，让你这种败类残害百姓2年之久，是我，是何海平，是整个龙城殿的失职。带走。我李家完了，我李天也完了。火山安置好百姓，他们是无辜的。是，先生放心。我说过他居心叵测，会让林氏万劫不复，这下你都看到了。你到底是谁？你还是我以前认识的那个叶青吗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帮你保护了林氏集团，以后眼睛擦亮一点。还有，那笔钱确实是我给林氏的，就当是还清了林老爷子的救命之恩吧。以后你我互不相欠。如果你真的有那么厉害，随随便便就能拿出100亿，那过去的2年，你为什么眼睁睁地看着我到处奔走，却放任不管呢？我跟你说过，我会在暗地里一直帮助你，帮你铲除一切障碍，帮林氏上市。你不信，该做的都做了，是你的狂妄自大蒙蔽了你的双眼，不可认清现实的不是我，而是你。你到底是谁？我就是龙腾殿之主，龙腾神尊。你到底是谁？我就是龙腾殿之主，龙腾神尊。拜见神尊，恭迎神尊归来。当年凭一己之力击退外敌，后来创办龙腾榜，势力遍布4海8荒。
掌管近90%世家大族命脉的龙腾神尊。怎么会？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闺女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他明明就是个破开出租的呀！鼠目寸光之辈，岂可愧得天子？神尊的身份轮不到你来质疑。2年前我遭人暗算，是林老爷子相助，让我逃过一劫。为了报恩，我答应林老爷子遗嘱，保护你们林家2年。这2年，林氏集团的所有合作、所有资源，都是我授意龙腾殿所为。薛可，你我2人虽无感情，但我以为2年的惺惺相惜和互相陪伴，起码值得你一句信任。现在看来，我叶青问心无愧。难怪。爸，你怎么突然就受伤了？怎么会这样呢？爸爸命将休矣，有件事你要听好。林总，不可呀！从今日起，叶青与小女林雪可正式结为夫妻，成为林家女婿。爸，你疯了！他就是个开出租的，我为什么要嫁给一个司机啊？爸，你疯了！他就是个开出租的，我为什么要嫁给一个司机啊？你要不听，我林兄就当没你这个女儿。不，是你故意隐瞒身份。如果当初你在我爸面前和我说实话，我们本可以并肩而立。所以你想要的只是能助你上青天的云梯，一个身份。像你这种人，像林氏家族这样的家族，不配我付出真心。叶青啊，不，神尊，哎呀，我千错万错，都是我老婆子有眼无珠，您就饶了我们林家吧。这林氏集团也是老头子的心血呀，没了林氏集团，我们可怎么活呀？谁说我要收回林氏集团了？这100亿，我是以你的名义投资的，所有股份我一文不收。你的意思是，你把集团买下来，又送给我？我看看，名字是你的，林氏集团还是我们的，都是我们的。可你不是说我们一别两宽？这是我对林老爷子做的最后一件事，签了它，我们以后就再无瓜葛。龙腾殿也会对你有所关照，就像你说的，只能靠你自己带领林氏集团走向你想要的巅峰。雪可，林氏集团还是我们的，叶青果然对你还是有感情的。反正那个叫什么李鹏已经倒台了，你快把叶青追回来，我们跟龙腾殿攀上关系，林家不就……晚了，妈，一切都晚了。他再也不是那个任我们打骂都不还口的叶青了，他是高高在上的龙腾殿的神尊，万人之上，无人能敌。是我错过了。林老爷子，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。紫薇，重启龙腾榜，地点筑城。是。通知龙腾榜各地88位神使，2个月后，筑城将重启龙腾榜，天将大变，龙头昂首，全力跟随神尊。可是现下筑城势力不平，我怕神尊现身的消息一出，又是一场波澜。谁说神尊现身了？自2年前神尊遭人暗算，至今尚无消息。你的意思是，以防变故，神尊的踪迹必须封锁。让龙腾殿，这咱们集团还有什么活头？是啊，我就说这女人不能上高位。你瞧瞧你办的什么事儿？妈，姐，有大消息！林浩，什么大消息也比得了？你们林家的赘婿原来是势可通天的龙腾殿殿主，这下你们林家冲破天了，自身难保。你说叶青那东西，怎么可能？怎么不可能啊？刚
哥他自己亲自承认的。哎呀，这狗东西骗你们的！我刚刚和江省第一继承人刚吃完饭，他告诉我，这一次龙腾榜在筑城举行。但是，自神尊2年前消失之后，至今昏迷不醒。那这一次龙腾榜要重新推选一位新的神尊。你说什么？你在哪听到的消息？哎呀，现在整个筑城上层都已经传开了，千真万确呀！那叶青为什么说他是？肯定是装的呗！我就说他明明就是个窝囊的看门狗，还冒充神尊，差点闪了他的舌头。闺女，咱差点被他骗了。这叶青胆子也太大了吧？对呀，这人真胆子也太大了。他一个靠爬床上位的软饭男，他什么都不敢啊！你们还真敢信啊？叶青，你为了贬低我，连这种事情都做得出来。叶青，你刚刚太冒险了。冒什么险啊？就是你假扮神尊的事情啊！你知不知道，龙腾殿刚刚放出消息，神尊至今下落不明。这要是被有心人知道，我可保不住你。什么下落不明？我不是……哎呀，好了，我知道你是为了那个林雪可好，但是我不喜欢你对别的女人留情，你这样我会吃醋的。毕竟我们都到议亲这一步了。等等，谁说要跟你结婚的？再说了，我这离婚证还没有热乎呢，就结婚，我疯了吧我？那我就只能把你看光我身子，然后我们躺在一张床上，翻来覆去的事情告诉所有人。我记得那天是……嘘，我那天是为了救你才那样的。再说了，你一个小姑娘家，你不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，先回去。不就是父母吗？那我爸在这儿呢。这个丫头真胡闹，跟一个认识不到1个月的男人喊着谈婚论嫁，非得气死我这个当爹的。大哥，咱们韩家可是京北第一世家，尤其您还是龙腾殿的内卫的老功臣，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。虽然达不到富可敌国的地步，但是这些世家名流哪个见了您不得弯下腰低下头，尊称您一声韩老啊。如今梦柔找了一个什么开出租车的，还是外省人，这可是丢了咱们整个韩家乃至京北的脸呐！我说了多少次，韩家任何人都不能以龙腾殿做靠山，朝外边吹嘘。我把韩家推到势力中心，也只是为了壮大慈善事业，回馈这世上需要更多帮助的人。我们跟那些沽名钓誉的世家名流不一样，明白吗？我知道了，大哥，这不是为了梦柔着急吗？我不同意这门婚事，不是他的出身的高低。我韩家用人向来不问出处，只看为人，而此人身份不明，又和梦柔相识甚短，恐怕他是心思不纯，实非良人。我爸这老头子，我去跟他说。等等，我倒是想听听你爸是怎么评价我的。如果此人谦卑上进，我不介意帮扶他一把。我韩家的使命就是为了百姓温饱而存在，他的家庭背景不重要，只要善良敦厚就是栋梁之才。反之，我可以动用一切力量，让他知道算计我韩家女儿是什么下场。你是？这位就是韩老爷子吧？哎呀，久仰久仰。你们出去，我有事情跟叶先生说。不行吧，我必须得陪着。那好吧，你不能欺负他。韩家中见过神尊。快进去，快进去，你我不需多礼。这2年听说您被追杀的消息，我就一直秘密派人找你。你的身份，韩家除了我，其他都不知道。您放心。自从西江一战之后，你就不再参与龙腾榜的事了，专心做百姓的企业和慈善，确实很难有机会相聚。现如今筑城这场风波把你也卷了进来，希望不是件坏事吧？这筑城之火，我早有耳闻，也因如此，我才同意梦柔来此扶持贫困学生。一来能帮一把是一把，二来
是帮我探听消息。如今您现身，想必是已有计划，有需要我出手的，您就直言。那我就直说了，老韩，我想在筑城重拟龙腾堡，但是在此之前我不方便露面，你来帮我坐镇，如何？韩家中接令。哎，听什么令，老韩？这不是在西江战场，是我有求于你，该我谢谢你啊。先生，其实我还有一个事情，你说。梦柔这小姑娘正是叛逆莽撞的时期，被您春心萌动是正常的。烦请您交给我吧，我定叫她不敢再骚扰您，您大可放心。爸，你有什么冲我来？你别为难他。胡闹！哪只眼睛看到爸爸为难她了？反正你有什么话当我面说。爸，我请您来是让你帮我追他的，不是让您羞辱他的。羞辱？我本来就是个开出租的，你爸不喜欢我也很正常。叶青，你误会了，我爸他不是这样的人。我爸他从小就教育我，不管是交朋友还是生意场，不以身份论高低，但以品行辨深浅。你虽然是司机没错，但你从来没有因为你是司机而觉得低人一等，我又凭什么看不起你呢？你可是韩家大小姐，你跟着这个穷小子一穷二白，受人唾弃，你受得了吗？二叔，你们凭什么觉得穷就会遭人唾弃，就会遭人白眼啊？两个人相爱是要互相扶持，共同前进的。叶青他是司机没有错，但不代表他一辈子就这样了。我是韩家大小姐又怎么样呢？叶青他根本就不在乎这个，反而他身上有我喜欢的正直和坚韧。不管以后他是司机还是什么，我们都会一起向前走。这就是我要的爱人。闺女，这婚是我同意。我原本以为你跟我一样，错把恩情当成了爱情，前后追着我跑，只不过是一个看不清内心的小姑娘。现在我才发现，是我自己不愿意直视自己的内心。虽然我虚长几岁，但是我反倒不如你这个小姑娘勇敢直爽。承认了吧，叶青，你早就喜欢我了。你算什么东西啊？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好，太好了。大哥，你不会是疯了吧？你真让梦柔嫁给这个废物？一边是我的闺女，一边是年轻有为的，你俩绝配。你们的婚事我同意，要不然明天后天结婚怎么样？大哥，你，哎呀，明明可以让那丫头联姻，让韩家更上一层楼，偏偏跟着她胡闹，嫁给一个废物司机，韩家中真是昏了头了。二爷，大小姐和京北吴家联姻是您一手安排的，家主对此事本来就不满意，我看他就是想借个由头打发你的。哼，想找个废物掩人耳目，这样他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把家产都留给他亲闺女。他做梦！我韩家二爷还在呢，他凭什么？这些年韩家位高权重，内里却连个首富家都不如。他把钱都拿去做什么破慈善？如果把韩家交给我，早就飞黄腾达了。二爷，依我看，嫁给那破司机也不是什么坏事。你的意思是，只要揪住这个废物女婿的错处，在合适的机会拿此做文章，让大爷名誉扫地，那以后谁还会幸福的？这时候由您出面来接手韩家，再合适不过了。去，把叶青给我查到底。我怎么感觉哪儿不对劲呢？有吗？没有，对得很。我怎么感觉你俩好像早就认识了？二爷，查到了，这叶青竟然离过婚。他本来是个外省人，流落到筑城，入赘到林家，之后一直在做出租车司机，是出了名的软饭男。在家也不受他丈母娘和老婆的待见，在外就是个唯唯诺诺的废物。后来这林家小姐不知道怎么就把他赶出了林家，他这才攀上咱家小姐。大哥，你真是好计谋啊！软饭男好控制，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这就是大前妻林雪可。找到他，有大用。是。
大哥，你不仁在先，就别怪我不义了。林许可，你是不是想气死老娘啊？你为什么把卡给我们停了？你让我和你弟弟怎么过呀？你说呀你！就是啊，林氏集团不是你自己的，而且你把钱藏了，那你还想把你亲妈和亲弟弟饿死呀？妈，这卡不是我停的，不仅你的卡，整个公司的账都被银行给停了。什么？哎，不可能！那个叶青不是给你100个亿吗？100个亿田外亏空早就所剩无几了，建工厂的债、工人的工资，还有违约金，你俩整日挥霍无度，有多少钱都不够补的。现在已经没有人愿意跟我们合作了，公司只出不进，再这样下去，银行就要把房子都给收走了。妈，那可怎么办呀？叶青有钱，我去找叶青要。不准去！哎呦，叶青能给你100个亿，他就能再给你100个亿呀！哎呀，你去求他，你去肯定管用。妈，叶青连假扮神尊这种事情都做得出来，以后肯定会连累我们的。现在这个时候你让我往上凑，是你疯还是我疯啊？哎呦，叶青不行，那就换王青，换李青。这筑城有那么多有钱有势的男人，你长得这么漂亮，他们肯定愿意为你掏钱。薛可，你听妈的啊！妈，你听听你在说什么？你疯了！喂，林小姐，初次见面，我京北韩家韩家乐。你是龙腾神尊天下第一神将韩家忠的弟弟。韩家忠是我哥哥。您来找我是？你的前夫叶青马上就要和我大侄女儿韩梦柔结婚了，林小姐还不知道呢吧？什么？我就知道那个废物又攀上高枝了。我们俩已经离婚了，他的事情和我无关。据我所知，他们在你没有离婚之前就勾搭到一起了。林小姐就没想过报复他？我都已经自身难保了，还能去报复谁呢？报复他就是帮你自己。帮我自己？没错，是我给他们搅黄了，以后韩家就是你们林氏集团的靠山。姐，有韩家帮助我们林氏集团，那我们何止在筑城起飞呀？整个京北的生意都是我们的。可是，怎么？难道林小姐还跟他有什么旧情？怎么可能？哼！想必你们都听说了吧？不日，龙腾榜将在筑城举办宠女宴会的事儿。届时不但是筑城，就连四海八疆的名门望族，还有龙腾殿的神使都会光临此宴。到时候你们林氏集团随便认识个大人物，获得的利润比你们现在1年的都要多。只要他答应你，这邀请函现在就是我们的啦。当然，我会亲自带你们进场。姐，还犹豫什么呀？是叶青先对不起你的，把我们集团害得这么惨，我们这么做也是以牙还牙呀。你就算不为我和你弟弟着想，你也得为爸爸着想啊！爸爸走得那么早，难道你就看着叶氏集团就这么倒下了？好，我答应你。你说要怎么做，我听你的。合作愉快。神尊，宴会已经准备好了，您要入场吗？我会入场，你们暂时不要做出动作，我怕吓到梦柔。叶青，我爸今晚非让我参加什么龙腾宴，好无聊，你跟我一起好不好？好啊，你先去，我随后就到。这一次筑城乌云必定要铲除干净。不愧是龙腾宴的规模。
这架势，哎，姐，你看，东城4大家族家主也到场来，那个不是京南首富吗？韩家乐说的还真没错啊。这里随便搭上一个，咱一家后半辈子无忧了。妈，我可不是那些漂亮的花瓶，我靠的是实力。今天这场宴会，我要让所有人都看到，我林薛可是怎样重振林氏集团的。叶青，这小子竟然也来了。叶青，你小子真的有脸来啊？你不怕你来了，老子让你有去无回啊！今天是龙腾榜的宠你之夜，你没有什么资格拿到邀请函。我林氏集团董事长和你一个假扮神尊的骗子出现在同一场合，确实很不可思议。不过这句话应该是我问你吧？那天你把我们哄得团团转，还自称神尊，要不是龙腾殿放出消息说神尊下落不明，到现在还被你蒙在鼓里。哼，随你们怎么想。不过我提醒你，今天最好不要惹是生非，后果你们承担不起。想走？哼，除非你给我们林家磕头道歉。让我道歉？你们也配？要不是那天我出手相助，林氏集团早就落入他人手中，你还有你们林家早就沦落街头了。你们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吆五喝六？好你个忘恩负义的叶青啊！你趁林氏集团上市之际，假冒神尊到这儿来捣乱，你哄骗所有的股东，以薛可的名声威胁我们从公司股份套现100个亿给你，你敲诈勒索不成，恼羞成怒追我们到这儿，你好恶毒的心思啊！哟，这不是韩家的好女婿吗？皮肤之姿，犹享汉树，哼，可笑。林氏集团乃商业清流，没想到被一个江湖骗子给毁于一旦，实属可惜啊！林家如此愤怒，我也是可以理解的。京城的韩家什么时候插手筑城的事了？韩家主一向不入名利场，想不到韩二爷也对这种骗局感兴趣。怪不得韩家主不愿意把京北的事务交给你。你逞口舌之利吧！此事我韩家乐既然知道了，那我就得管一管。哼，赶紧跟林家道歉，免得你一顿皮肉之苦。否则的话，还是滚回你的京北，做你的绣花二爷吧。我的事你不能也不配插手。叶青，这可是京北韩家的人，你敢口出狂言？我原来以为你们只是贪婪无度，现在看来你们不仅坏，而且很蠢。多跟你们说一句话，我都嫌吵。哎，林薛可，你们家就你一个正常人，事情的真相到底是怎么样，你心里最清楚。姐，你快说话呀！林氏集团的命脉掌握在你手里呀！闺女，让他道歉，否则林家再无出头之日。林薛可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说呀！是他骗我家产，毁我公司。叶青，你今天必须给我个说法，不然我就当着龙腾会和各位家主的面，求一个公道。林薛可，你不是义正言辞的要靠自己的能力做到商业之巅吗？看来你也没有像你自己所说的那样那么纯白无瑕，蛇鼠一窝罢了。这都是你自作自受，为了林家，你必须付出代价。小子，挡了你二爷的路，这就是下场，马上就让你知道尊严被碾压的滋味。来人，这小子膝盖太硬，给人家道歉，怎么能站着呢？住手！胡闹什么的？这就是你在外面的处世之道。大哥，正好碰到几个熟人，帮着弱者说几句公道话。是呀，韩老爷子，就算叶青是你女婿，你也不能包庇他呀。他骗我们家家产100个亿，而且还假扮神尊，狐假虎威，这些大家都知道的。要不是紫薇天神放出消息说真正的神尊另有其人，下落不明，那我就被你女婿给骗过去了。这么大笔转账，就凭你动动嘴皮子就能抹掉吗？
别听他吓唬人。韩二爷说了，他都处理好了。当初为林氏集团投资100个亿，是我韩家以叶青的名义投资的，我可以为叶青作证。如果不相信，大可让龙腾殿做出查证。大可不必，大可不必。韩老爷子都作证了，那不能有假，也不必惊动龙腾殿了。误会一场，都是误会一场，是吗，姐？是我们记错了，跟叶青没关系，韩老爷子不必动怒，小事而已。小门小户使出的龌龊手段，难以成大器。我早就说了，这种手段不高明，伤不了他分毫。不过是开胃菜而已，挫挫他的锐气。接下来的事儿就不用我交代了吧？诸位，相信大家也都知道此行的目的，重拟龙腾榜啊。是啊，韩老爷子，传闻您跟随神尊多年，今晚神尊是否亲自主持大局啊？您倒给我们通个气儿啊！神尊之委托，我岂能承受啊？今天我也不过是借龙腾殿之师，宣布一件我韩家的大事。小女韩梦柔与叶青先生情投意合，诸位作证，今日订婚正式开始。这叶青不是咱们筑城林家的上门女婿吗？怎么又成了韩老爷子的女婿啊？早就被林家一脚踢出去了。我要是韩家，这事情都不好意思公之于众呢。别人不要的破鞋，他捡回来，这不是笑话吗？不是的，戏还没开始演呢，我们只管看。我说韩老爷子这么维护叶青呢，原来是想把丑事儿抖了出来呀。叶青，勾搭上韩家大小姐的滋味不错吧？闭嘴！我韩家乃是有名的清白之辈，你这污蔑我们韩家女婿，让我大哥的脸面往哪搁？什么污蔑呀？筑城谁不知道叶青专职吃软饭，前脚被我们林家踢出门，后脚就爬上了韩家大小姐的床，狗仗人势的东西，还当着我们所有股东的面儿自称神尊。我可知道为什么一个外省的司机能如此嚣张啊！原来是做赘婿做上瘾了，找到新靠山了。这韩家大小姐什么眼光？怎么会喜欢这种人？看来这韩家也不是传说中的那么刚正不阿呀，一心向善。不服人怎么会让这种人住在自己家呢？就是。你敢发誓你刚才所说的句句属实，违者子孙基业尽数全无，天打雷劈吗？哎，你别吓唬我，是不是真的？大家都看得清楚呢。哎呦，你别以为仗着韩家的事就能飞上枝头了。大家看啊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儿，他都敢威胁我们，私底下还不一定怎么样呢。对呀，大哥，你不替你好女婿主持公道了？这一切你计划的？哼！诸位，事已至此，我韩家乐作为韩家人，只好出面承担这个后果。二叔，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梦柔，我知道这门婚事并非你所愿，你只是你可怕的父亲维系家产的工具而已。家乐，今天是龙腾之夜，不是你胡闹的地方。正是今日要重启龙腾榜，我才要让大家知道，让神尊知道你的真面目。诸位，韩家家主韩家忠为了巩固家产，罔顾人伦，找来叶青这个无能人渣招入作序，表面上是为了他亲生女儿的幸福，实则是为了掩人耳目，更好地控制叶青和他的女儿。他这么多年大肆敛财，不仅将我的那份家产收入口中，现在又要用叶青这个无能人渣做挡箭牌，加入他暗中布置的势力，把韩家所有的家产攥入手中，想为所欲为啊！找一个无能女婿，为自己树立一个不堪阶层的正直人设。这韩老爷子心机这么深啊！都说韩家一心为社会做慈善救人命，其实背地里道貌岸然啊！小子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大哥，这并非我所愿啊，但是你做的实在太过分了，把百姓当傻子玩的团团转，非要捧这个傀儡上位，就是要做好真相被揭露的准备。大哥，你收手吧！你胡说八道！我跟叶青是自由恋爱，
跟我爸没有半点关系。现在不是你一个小丫头片子就能一言蔽之的。大哥，你当年要和叶青勾结在一起了，那你就把韩家家主之位让出来，我韩家声明，不容你污蔑。不用劳烦二叔逼迫我父亲，叶青是我执意要嫁的，大不了我自愿剔除韩姓，韩家大小姐这个身份我不要了。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梦柔，你当真为了我抛弃这一切，值得吗？我当然知道我在做什么，但我心向往之，坚不可摧。叶青，你可能永远都不会明白，你的出现对我来说有多重要。在我小的时候，曾经遇见过一个人。外敌已退，内患未除。老韩，我们的使命尚未完成。比刀光剑影战场更可怕的是难以揣测的人心。神尊，果真要放弃自我，献身于大众吗？哼，人生之事，不止快活了得，总有人要做马前卒，为人，为心，为道义，为天下。我无法撼动阶级分明的特权势统，也不奢求处处公正，处处公平。四海八疆，人人崇敬我，崇拜我有能力让权贵折服，让底层人翻身，有让天下泰康，让民众不屈的义务。身处权贵之中，当心有可忧；混进市井之下，应趾高气昂。我创办龙腾榜的初衷便是如此。知我者为我心忧，不知我者为我何求。原来我们曾经见过。虽然我不认识他，但是我想，能跟我并肩而立的男人，大概就要那样的气度吧。所以叶青，那天你在紫薇天神宴会上的所作所为，就让我认定，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，世间再无其二。傻姑娘，你怎么那么傻？我怎么忍心看你受到伤害呢？有你在，我就不怕。哼，你们俩怎么认识的？你敢说出来吗？不如问问叶青的前妻林小姐。不如问问叶青的前妻林小姐。他们是在我离婚前认识的。不是的，你胡说，明明是他偶然救了我们才认识的。是吗？在酒店认识的吧？那是因为我竟然是第三者上位。这叶青也不知道有什么好的，让韩家大小姐为他做出这么不要脸的事儿，都要跟着他。我跟叶青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任何事，我是在你离婚之后才开始追求他的。那你告诉我，这是什么？他怎么是这样？铁证如山了。这韩梦柔天生吃苦，这韩家老脸跟韩家该做如何应对？什么时候是猴啊？林雪可，是我移情别恋，还是你嫌贫爱富，跟李鹏商量好抛弃我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你以为用这种手段就可以威胁我？我告诉你，你，还有你们林家，还有你，都不够格。姐，叶青这么对你，这件事还要替他瞒多久？不能咱爸死得不明不白的呀！叶青，你骗我感情，对不起我都没关系，但杀父之仇，我不得不报。各位，我要状告叶青为图家产，谋害我的父亲。叶青，2年前你把我的父亲送到医院，父亲抢救无效身亡。当时我的家人都陷入悲痛之中，没有察觉到其中细节。后来你带着股份协议搅乱股东大会，我们才得以追究为什么我的父亲会死于乱棍，为什么事后根本找不到肇事者，为什么我的父亲会把他辛苦半生的林氏股份交给一个陌生人。答案只有一个，是你杀害了我的父亲，你就是凶手。不可能，你肯定是误会他了，叶青不是这样的人。梦柔啊，你爸和叶青联合将你置入其中，就是为了把家产牢牢地攥入他的手中。不可能，叶青，你赶快告诉他们，这不是你做的。林老爷子的死确实和我有关系。杀人犯就是他，杀人犯！看来林家老爷子早就知道此事，还蓄意隐瞒，不知道是什么居心。可惜了林老啊！梦柔，此事我确实是昨日刚刚知晓。千刀万剐，无耻之辈，害死了我爸，
还恬不知耻，在我们家让我们养你2年，你个混蛋！我的好侄女儿，你爸和叶青都已经亲口承认了，你还不迷途知返？难道还要包庇一个杀人犯吗？不可能，叶青不是这样的人。就算林老爷子的死跟他有关，他一定是有苦衷的。叶青，我一定要让你付出代价！紫薇天神到，河神使到。敢对叶先生不敬，找死！叶先生受惊，我等来迟了。叶先生，龙腾殿之主下落不明的消息，是属下擅作主张，请先生恕罪。你也是为了大局着想，不必多言。2位神使已到，这么说，今夜神尊也会现身了？这是你该过问的事儿吗？叶先生，请。神使留步。叶青，我不管你搭上了多少靠山，我父亲的事，你必须给我个交代。林水可，你可知道，你这一闹会有什么样的后果？我不管有什么后果，我一定要为我的父亲，为林家讨回公道。我对你父亲有愧，不是因为我杀了他，而是因为你父亲是为了救我而死。这件事我早就告诉过你。那为何肇事者一直都没有找到？那种叛徒早就被我们龙腾榜料理干净了，你们自然不知道。骗谁呢？他一个出租车司机还能惹人追杀他？我看他是坏事做尽，早有前科吧。紫薇天神，这小子身上背负人命，和我大哥联合起来哄骗大家，现场大家都可以作证啊！你一定给林家，给我们韩家做主啊！混账东西，你也配自称韩家？你可知刚刚被你们污蔑的叶先生是何等尊贵的身份？你肯定和我大哥串通好了，我要见神尊，神尊来了肯定能为我做主。韩家有你这样的蛀虫，留到现在实非上策。我本来不想跟你计较，你竟敢在梦柔的身上动心思，那就是找死。老韩，你下不了手，那就交给龙腾殿吧。臭小子，你以为傍上韩家忠，你就能骑到我头上？你除了杀人的名头，还有假冒神尊的罪名呢。这些走狗懒得动你，今天我就替神尊收拾你。神尊来了，肯定念我大功，算我一份。瞎父之仇事小，假扮神尊我忍不了。看来今日神尊现身此地是必定的，这点功劳不能让韩家一个人抢。算上我东城第一家胡家，我荆南首富也支持灭了这小子。神尊在上，我等岂容这等混蛋嚣张？叶青，待会儿不行你就先走，我不会让他们动你一根手指头的。先生，是我韩家中管教无力，不必再忌讳我。我韩家叛徒，任你处置。爸，你说什么呢？赶紧带叶青先走吧。好啊，你们都想神尊现身，至于我死地什么，我满足你们。叶青，放心，我之前是为了保护你才瞒着你的，现在是时候告诉你了。我叶青就是这龙腾殿的神尊。这小子还想重演一回糊弄过关啊！赶紧滚吧！你这一招啊，我们已经见识过了，不管用了。在座的诸位有所不知啊，这叶青前段时间去我们林氏集团捣乱，当时就哄骗我们，说他是高高在上的龙腾殿的神尊，还都让我们向他行礼呢。本来有紫薇天神被你哄骗护着你，你尚有一条命在，现在你又假扮神尊，不是自寻死路吗？神使，无论叶青怎么吹嘘，咱们都不要相信，咱们现在就将他拿下，要不然神尊到了，看到此等笑话，必然大发雷霆，我们担待不起呀。还有这个老头叶青敢假扮神尊，定是韩家忠教唆的。叶青罪孽至此，至于这个韩家忠吧，我觉得没收财产，打入炼狱，让他永世不得见天日，就是对他最好的惩罚。但是您不用担心，我韩家还是愿意为你效劳的。我们韩家呢，有我韩家乐接手，对龙腾殿还是万分崇敬的。以后啊，不管要钱还是要人，
我都能办得到。以后呢，我韩家乐就是龙腾殿的狗。那恐怕得过问神尊了。当然，只是不知神尊现在身在何处啊？我亲自向他禀告。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好了，紫薇，通知龙腾殿，本尊归位，万事就绪。属下参见神尊，恭迎神尊归来。什么？天神，您搞错了吧？爸，他们说叶青是……韩家中恭迎神尊归来。不可能，怎么回事啊？叶青一个人演戏的话，怎么可能真的让神使一起跪他呢？不会真的是……死老头，你诈我呢吧？找个窝囊废假扮神尊，引着众人假惺惺的跪下就能骗我？没门儿！神尊消失2年，一旦出现，必定会引起轰动。不对，要不就是神尊已经死了，他是你们找的傀儡。哼，韩家乐，面上我们血脉相连，我给过你机会，神尊在此，你还敢不敬？难道还要连累韩家跟你陪葬不成？陪葬？哼，他来呀！我才不会怕一个假的神尊呢！不怕？哼，这世上还没有人敢对我龙腾君说不怕二字。龙腾君，龙腾君到！龙腾君已就位，恭迎神尊归来。本尊消失2年，欲重拟龙腾榜，今日召唤尔等，且听我号令。龙腾殿之主归位。属下谨遵神命。龙腾君隐匿世间，只听神尊一人之言。难道这叶青真的是消失已久的神尊？神尊在上，拜见神尊。我等拜见神尊。闺女，我说他是真的神尊吧？这可怎么办呀？完了，神尊在上，参见神尊，神尊饶命啊！这世上受龙腾君庇护的人拜我受得起，唯独你，韩家的2把手，名震四方，一手遮天，受你的拜，我受之有愧呀。神尊大人说笑了，我是个什么东西？就连路边的野狗、下水道的老鼠我都不如。我拜您都是应该的，我给您舔鞋都是应该的。各位都是有头有脸的家族，今日为提名龙腾榜齐聚于此，举家之力才能获得一张邀请函，如此盛况，是我打了大家的脸面，我不该呀。神尊大人说的对，这一个个假惺惺的狗东西，一个个道貌岸然，背地里都用龙腾殿的资源憋着劲赚钱呢。神尊，不可放过他们呐！龙腾君听令，关押韩家乐。神尊大人，我有眼无珠，没有看清您的真面目，我给您当狗当仆人都行啊！神尊大人饶命啊！神尊大人，查办财产，废了双腿，关押至炼狱吧。神尊大人，神尊大人不要啊！神尊大人，大哥救我！大哥，大哥！今日到场的所有家主，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份厚礼。何海平，荆南胡家，我在，神尊大人。我们胡家在开发矿土上大有作为，您能将我选入龙腾榜，是我们胡家的荣幸。你以为本尊有把你提名在龙腾榜上吗？凭你胡家强抢土地，罔顾人命吗？神尊饶命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没收全部财产，让胡家消失在大陆。啊！滨城陈家、京北刘家、田氏集团，统统听令！尔等一辈危害民生，罔顾百姓，龙腾榜铲除残害百姓之族，责无旁贷，没收全部财产。
为你们犯下的恶忏悔一生。师尊饶命！师尊饶命！我再也不敢了。姐，下一个不会轮到我们了吧？闺女，妈可不想死，你快救救我们吧！姐，对不起了。你别杀我儿子，别杀我儿子！看在我们都是一家人的份上，你饶了我们吧，别杀我们呀！哎呀，姐夫，我们是一家人呀，一家人吵架而已呀，都是误会。姐夫，我给你磕头了，姐夫。起来！要杀要剐随他便。他隐瞒身份2年，不就是为了在此刻羞辱我们，把我们踩在脚下吗？你给我起来，不许跪！神尊，我来处理。从一开始我就跟你说我没有杀你老爷子，你不信。后来我跟你说我在林家待了2年，动用一切力量把你扶到商业顶层，你不信。我甚至向你袒露我的真实身份，我是龙腾殿的神尊，你还不信？那为什么一开始你要骗我呢？这都是你的错。你总怪我不相信你，埋怨你，羞辱你，这都是你自作自受。一个出租车司机怎么可能受到尊重？在这个捧高踩低的上流社会，身份决定了脸面的高低。你故意隐瞒身份来讨骂，这怨不得别人。出租车司机就该被你们这些自诩人上人踩在脚下吗？林雪可，我本以为你本性纯善，和那些人不一样，是你的贪婪和自负毁了你。我真后悔当初答应林老爷子帮你2年，是我亲手把你送向罪恶的那边。如果一开始你告诉我你是神尊的话，我们本来是可以很幸福的，我妈和我弟弟就会对你尊敬有加，什么李鹏什么少爷我也可以不理他们，我们就不会离婚，不会走到这一步的。林小姐，为什么他是神尊你们才会幸福？你爱的到底是叶青，还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身份？可是叶青他是爱我的，不然为什么他一次次要救我，还有林氏集团？他是为了气我才和你在一起的。我对你百般容忍，施以援手，都是源于我对于林老爷子的愧疚。我常常想，如果他老人家还在世的话，一定不忍心看到你被欺负，被人哄骗。我现在后悔了，可能你受到教训才会成长起来，而我也不该因为报恩而忽视自己的感情。是梦柔带我走出了死胡同。雪可，你该长大了。梦柔会在任何人都不相信我的时候站在我面前，我也会在他怕黑的时候牵着他的手，在他需要拥抱的时候站在他的身边。我们会抵挡一切困难，绝不退缩。我不接受！你答应过我父亲的，你会护住我，护住林家，你不能食言，否则我父亲泉下有知，他不会安息的。梦柔，叶青，人人都会犯错，而我的错是因为你隐瞒在先，我那些都是我的无心之举。你能饶过那些恶贯满盈的权贵之辈，为什么就不能给我一次机会呢？以前是我太傻太高傲，不愿意诚实的面对自己的内心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回到我身边好不好？求求你，求求你了。叶青，要是你真的跟林家断绝往来，你就不是那个我爱的人了。我不想你在良心跟我之间做选择。叶青，这次我帮不了你，但不管你怎么选，我都支持你。对不起，薛可，2年前是我错误的报恩方式，耽误你这么久，我也一直不敢沉淀我的内心。你值得一个好男人去爱去呵护，但我们不合适。就算我因为林老爷子的恩情留在你身边，我的心里也会装着别人，我们只不过是互相勉强罢了。如果我早知道你是神尊，我们一定不会走到这一步。林小姐，爱一个人应该跟他的身份无关，权势无关，钱财无关。我爱叶青只是因为他这个人，
他是司机，我就鞭策他好好上班，早日有所成就；他是神尊，我就鞭策自己早日独当一面，与他并肩而立。林小姐，你这样的爱太累了，不如放手吧。雪可，我不算一个很好的人，四处漂泊，热血难凉。进了林家2年，我便以为这就是成家的意义。直到梦如的出现，她莽撞热情地靠近我，在我犹豫千次万次的时候，她依然总想着我，选择我。我从来没有被人这样爱过，与身份和成败无关，就算我一事无成，她也会一直陪着我。雪可，这一次不能再放手了。我想知道自己输在哪里。林氏企业本可以成为百姓的良心企业，但林家无人善经营，长此以来只会自食其果。何海平将林氏集团收进龙腾殿，以后由龙腾殿选出来的神使接管。这，哎呀，不可以！没了林氏集团，我和你弟弟怎么生活呀？雪可，你快求求叶青，林氏集团是我们的，没了林氏集团，你弟弟没法娶媳妇儿啊！不行！你到现在还想着你的宝贝儿子，我只是你实现荣华富贵的工具而已。你想要，你就自己去求他。从现在起，我林雪可放弃林氏集团。韩梦柔，别以为我就这么轻易的把叶青让给你，只要你俩一天没结婚，我就还有机会。雪可，姐，林小姐，随他去吧，我们帮了他一辈子。众人听令，你们都是自北疆一战一直跟随我的勇士，是浴血奋战、奋不顾身的忠臣。我叶青召唤各位，是想问一句，可否愿意跟随我再战一回？但这次的敌人不是刀尖利刃的外族，也不是刀剑无眼的兵戈铁马，而是让你们把武器挥向那些残害百姓，让他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上的权贵高层。诸位可否有信心？我军之下，当愧无声，誓死追随神尊。今日龙腾榜开，我不是为了宠你，而是为了解散。利益驱使而走向歧途的例子太多了，每一个例子都是以百姓的安居乐业为赌注。今日的龙腾榜就是阎王殿的点名册，笔笔心墨，不出干净誓不归途。不出干净誓不归途。怪不得你白天说有惊喜给我，神尊大人可真是深藏不露啊。这可不是我的主意，是叶青教的，瞒你的，还不是你这个臭丫头说漏了嘴，打乱了我们的计划。你们都知道，就瞒着我。是紫薇，是她让我瞒着你的。其实神尊大人说的惊喜不是这个。不是这个？你们到底还有多少事瞒着我？我知道你怪我瞒着你，但是我记得你说过，你喜欢的是在底层，依然不屈不挠的我，跟什么神尊天神都没有关系。我不想因为我们的感情，因为这些有所改变，但是我现在后悔了，是我低估了你的爱，我不知道怎么去爱你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可以教教我吗？我韩家大小姐的学费可是很贵的。钱我交得起，我的一切都是你的。